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，欢迎于老师；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，欢迎严老师；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莎娜老师；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陆琪老师。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我们俩结婚23年，一直是分分合合，光离婚我俩就离了2次。他这个人看着就挺老实的，其实脾气非常的暴躁，3句话不来他就摔东西。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咋挣钱，你知道，完了就是一点责任心都没有，把家里所有的困难都让我一人承担。这样的生活我啥时候是个头啊？有请这对嘉宾，有请。张先生48岁，来自黑龙江，司机。董女士49岁，来自黑龙江，个体。欢迎两位哈，结婚23年对吧？对。孩子21岁。对。但是现在2个人不是夫妻关系，是吧？现在目前是夫妻关系，就是还是呢哈。对。又准备那个了是吧？对。已经离了2次了是吧？对。是的。就说待在一起怎么都不舒服。但是分开了又难受，是吧？对，先说第一次为什么离婚？第一次离婚是因为我跟他俩结婚的，就是2000年结的婚。2001年的时候我怀孕了，那时候他的脾气非常的暴躁，就是经常摔东西和我发火，所以说的导致的我第一个孩子就没有了。然后我俩分开了。结婚1年之后。就第一次离婚了。对，2001年离的。后来怎么又复了婚呢？复了婚是因为吧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他俩吧，就是他是我的初恋，我对他的感情吧，就是一直就是说呗，就是放不下吧，初恋难忘嘛。完了，然后离了婚之后，他完了也去找过我，我俩就又再次的和好了。那么在离婚多久之后，您提出的复婚呢？6个月左右吧。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是彼此有感情的。之后我就去找他，当时也是不同意。后来我就是哄吧。怎么哄的呀？就说媳妇儿回来吧。完了之后他还是不同意不同意。后来他的亲属，就是我的小舅子搭个桥这么的，他又重新回到我身边。小舅子撮合了一下。对行，咱们再听听，那第2次为什么又离了呢？第2次是在09年。哎呦，这也没几年啊。是啊，09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吧，我家孩子都已经7岁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是就整个出租车，天天早晨出去，晚上回来，就是这1个月都不带给我1分钱的，1分钱不挣。不是，当时那时候是没客源，客源少，再一个就是挣点钱加油了，或者是修车了，那时候反正是车的活不景气。我跟你说，你别听他说了，啥玩意儿不景气呀？那人家满大街跑的不都是车吗？都出租的，哪个没挣钱？人都靠那个养家糊口呢。就你不挣钱，那玩意儿说的，你说谁信呢？人说一天你不多挣，哪管你挣回10块钱，是不是也是那意思呀？是10块钱他都拿不回来。那显然有问题啊。不是，确实客源那时候不稳定。不，你这个就有点蒙人啊。09年的时候，这出租生意好得很。那时候你就说钱去哪儿了吧，算了，我追究这也没意义。不是，我跟你说是咋回事？那时候我跟你说咋的，他听他爹的，就是我家老爷子的就是早晨出去到晚上7点半必须收车，因为我家老爷子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就心疼他嘛。就是你干，反正你就不能吃苦，吃苦就不行。他成听他家话了，到点必须收车，完而且收车之后1分钱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是这个时候谁又提出的离婚呢？这个时候是我。你知道啥原因吗？那个时候我们家条件非常的不好，我跟他俩是租房子，一直租了16年，你知道吗？就那时候我是租房连房租费都没有。哎呦，我是加工服装的，给人当做工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当时在我这个老板这块儿，就是提前预支了2800块钱租个房子。租完这个房子，那你说我在人那块预支了，我不可能再把人那块再去开支去了吧？完了，我家孩子还上幼儿园，还得花钱，一天这连吃在幼儿园费，就是说那个钱我都拿不出来了。嘿，等于这个老公没责任心呗？对呀，就是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啊。然后您就提出了离婚。对呀。您同意了？当时不同意，但是他
非常强烈的想离婚，所以就也同意。你可拉倒吧，啥玩意儿你不同意我强烈呀？咋分的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那不是你妈来吗？啊，婆婆来怎么了？我跟你说咋的，我那时候我就铁了心要跟他俩分，你知道吗？完我家亲戚，我兄弟媳妇还有我姨家的我哥，都上这儿来劝我说的，为了孩子尽力将就。我跟你说吧，说我没说吗？他们家没有一个人能来出来说句话的。完后来那天就赶上我婆婆就来了，完我哥当时还挺乐的，我哥说的，哎呀妈，他们家可终于出来个人了，因为不然我俩那时候就要分了。我哥寻思这终于出来个人，能说两头都劝，就尽力将就吧。哎呀妈，我婆婆来了可倒好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他儿子一句错都没有。就是你作为一个女人来说，一个女的你成天老跟男的钱，谁愿意呀？就那样似的。哎呀妈，你说我不提钱，不可能出个车出去1分钱不挣吧？是，谁信呢？没错，就离了是吧？对，完了我家婆婆说完之后，说我那时候我跟你说我才36岁，我穿的衣服就是没有一件，你问问她，你自己说说，这么多年给没给我买过一件新衣服？买没买过？确实没买过。没有那个钱买去，你知道吗？我家邻居看我就说太苦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家邻居就一抱一抱的就旧衣服给我穿，完了我家婆婆你知道吗？她认为是我买的衣服，完了就告诉我不该买的衣服别穿，你瞅你三舅嘛，人家一件衣服穿5、6年，就这么说我说我的衣服全是人别人给的。好，这个心里的苦一说到那一段确实这个不是说人家嫌贫爱富什么的，而是确实这个老公没有尽到责任。行，这就离了是吧？对，就离了之后干嘛又复了呢？离了之后吧，我跟你说那个时候他还天天就是来我家。后来我问他天天来，我说咱俩能不能再继续了？他说不能，你老来我这儿干啥呀？完了没招了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我选择带着我家孩子去大庆了，跑了。不走不行了，因为他天天来打扰我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我一狠心，你说我也不给孩子1分钱，你说你来干啥了？完后来我就带我家孩子上那去了。有一次我家孩子就是晚上半夜就是肚子疼的受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我家孩子7岁，哎呀，那时候你知道我多无助吗？领孩子上医院，晚上半夜我想去没有钱，你知道吗？完了后来第2天，完了我家孩子给他打电话，每天我家孩子都得跟他联系，我家孩子跟他感情可深了，你知道吗？完我家孩子就跟他说，爸爸呀，你给我拿点钱呗，拿点钱我上医院去看看病，我肚子疼。你知道他咋说的吗？他说的我上哪整钱给你治病去？就这么打。当时我以为孩子没病是你让他朝我要钱呢。你听说话就这老爷们儿就是说孩子真没病，你作为父亲来说，你就说是咱俩分，你孩子不应该给1分钱不应该给吗？你有你这样爹吗？给必须得给呀！给了吗？你给了吗？当时我没那么想啊。你别说话了，我跟你说，这老爷们儿从来都是你看着挺老实的哎呦妈，你就瞅着，你看你们这么看着他是不是一个好人？不，这看不出来好人坏人他不卦象那脾气我跟你说，翻脸比翻书都快，你知道吗？最主要是这个没有责任心，我实在是为王。是，这不都看清楚了吗？所以问您为什么复婚呢？当时我在大庆那块也是给人加工服装，完了我们在一起工作的人，他看我也挺难的，完再一听说他家这些破事儿，完也都挺生气的，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吧。好。完了我也有那心思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为别的，我为了就是他们家认为我离开他就找不着了似的，就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完我就跟我家我老弟说了，我说老弟，我说的那个有一个人给我介绍一个，跟我还同岁。完我老弟一听我是真要找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这事儿，我跟他说我没想到他去找他去，你看这小舅子又坏事儿了，第一次就是小舅子，对吧？对，没记错是吧？这么多年都是这么多年都是，说明这姐夫跟小舅子关系还不错小舅子就通风报信了。对呀，我老弟就找他去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跟那个我家孩子就是下班之后，我就跟我家孩子回来，他就和我老弟就来大庆了，来我这块了。哎呀妈，我一看见我就当时就心一翻个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人心就是太软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他造的就那手脚全是肿的。全肿的，就是跟要馒头似的那一出，咱也不知是啥原因。哎呀，我老弟一句劝我老弟说：“二姐就是你有将就别人的心，你不如将就孩子的爹了。”因为这是什么话？我老弟说的就是说，因为找谁？因为你带个女孩。听懂了，就怎么就不配有幸福的生活，非要将就呢？你说这事儿我老弟说那意思，二婚你走到一起，你也是将就。说你有将就别人的心，不如将就孩子爹了，让孩子有个完整的家。好。
而且我姑娘就是特别想他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啊，这就复婚了。那时候当时还没复呢。到过年的时候我回来，我爷都80多岁，我爷就劝我，我爷说的二孙女你回来吧，你回来就看爷爷少一眼了，那意思说的就看爷爷的面子，你就回来让我跟他俩将就过。我家人全都劝我再跟他复合。完了我就一寻思，完就因为这事完我俩就当天就搬回来了，就是过年的时候。这个离第2次离婚大概间隔了多久？间隔8个多月。那是哪年的事儿啊？那个是09年的事儿，我俩是10年过年的时候复的婚。哦，那这就13年也过去了。哎呀妈，这13年我没说，我这么多年要说事儿多的是了，所以说我没法再深说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事儿太多了。他这么多年，你没法说，你就以为你做的就全对呀？我咋的了？来，你说说我哪儿不对了？我在工作的时候回来的时候，你给我做过饭吗？不是你说话还我给你做过饭，我给你做饭你不得吃蒜吗？你做的不能做肉。不是你自己家啥条件你不知道？我跟你说，他那时候开个垃圾车，一月就挣260块钱。一个男人就在09年的时候挣260块钱，你不要命呢？我跟你说，做饭你说不得省吗？你一孩子上幼儿园一月得多少钱？完我就处省，我确实是不吃肉。哎，我做的饭人就不吃，回来保证人得自己重新做饭。不是，这不是都说到第1次离09年吗？我是说后来不是又复婚了吗？复婚以后不是10年复的婚吗？对，这13年过得怎么样啊？这13年也不幸福，我没说吗？他这个男人一点责任心都没有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家无论有多大的难事，全是我一个人在扛着，你知道吗？我太累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你问问他，你自己说说，咱们家啥事儿，就是在关键时刻你能站出来帮我一把，你帮没帮过我？你自己说。这个确实家里大事小事都他。他干什么呢？这13年？这13年他一直开车了，拿着B2的证，没挣过B2的钱，就他。真的，我一点都不是埋汰，你自己说，你挣没挣过B2的钱？关键他那工作就是那些工资啊！你可拉倒吧！你啥玩意那些工资啊？人拿着边挣的人，哪个月不得挣个6、7千？我跟你说，他一月挣3600块钱，一年就干几个月活啊！到10月1保证就休息了，休息之后到明年的5一，甚至到6一才能开始再继续干活。就这半年，他一点活都不带干的，就成天在家躺着扒拉手机。那就说他一年就挣个2万多块钱，是这意思吧？哎，最多就是那样。那为啥呢？其实工资就是那么高啊，关键是。你听啊，那你说你嫌工资就那么高行？我说你闲着也是闲着，上附近超市一月也能对付个2、3千呢，也比闲着强啊。做个保安也行啊。对呀，人家不干呢，你想磕碜呢？有没有这事儿？不是说工资少，2000多块钱、1000多元那时候。那你在家待着1分钱不挣呢？多少？慢慢找，不得找适合自己工作吗？慢慢找啥时候？你找到80去啊？这过去事就别提了。啥玩意儿过去事不提了？你想想，作为一个男人来说啊，过去事不提，咱们说现在的。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啊。说现在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我跟你说啊，说现在就是咱说18年的，我跟你说18年近了点了啊。17年我家老爷子有病，我们家是16年买的房子，买完房子几个月。这么困顿，哪来的钱买房啊？我家老爷子家的那个房子就是拆了。拿出10万零7千，完我们家买的这个房子，买完这个房子之后，这不得装修吗？完这不我就不得拉点饥荒吗？就是我家这房子全都整完之后，老爷子就有病了，身体不好，这不就得用钱？就是公公是吧？对。你看跟公公关系好，叫老爷子。你听我你说，我其实吧啥跟公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是不计较过去，你知道吗？我家老爷子是最瞧不起我的一个人。因为我是农村的，人家就瞧不起你大农村的。他们家是城里的。对，就一直一个他姐，就是瞧不起我是大农村。那我家婆婆还真没有过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吧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是我家公公有病之后吧，那时候他一月挣3600了。我就说，那你说老人有病了，身体不好了，需要用钱了。完，我家这头还整房，还拉的饥荒，孩子还在高中、初中毕业上高中，你想想，要用钱了。哎呀妈呀！我跟你说，那时候老难了，那时候说句心里话，我都崩溃了。我自己在家我跟你说，晚上问问他有没有这事儿，我自己痛哭，就是都不行的了，就是因为已经再逼的，再加上那时候。行了，吧，不用你。会哄，发现了吗？一个细节就发现了，千金万金抵不过会哄。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我家可难了，完了他的
工资我1分钱都不要，你问问他，我说你那工资别动了，爸这头有病，不知道啥时候用钱，我家就那么难，我都没要他1分钱。我说的爸这头只要用钱，你能拿出来就行。就通过我这一点，我感动了我家的那个老爷子。我家老爷子从有病开始，他一看我对他，我不是让他自己说，我比他姐对他好。确实，他这个看病我都得是我领着去，都是我拿钱。就往家大姑姐领他去看，我跟你说都得我家老爷自己出钱，吃饭都得路费都得我家老爷自己拿。我没有，我寻思我尽力。从那一刻，你知道吗？我家老爷子对我也改变想法，不瞧不起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家老爷子17年有的病，18年我家老爷子就走了。哦，你问问他啊，我家老爷子走的当天，我就知道他1分钱都不带有的。半夜回来的啊，带500块钱，打车花200。当时我们家也没有钱，你知道吗？完，我跟我表妹借了1万块钱，我明知道她没有我，所以说我提前就借好了，准备上了。听明白了，这就听明白了。18年到现在不也5年过去了吗？这5年他有改变吗？还是一直都是这样，长期的不在家，干嘛去啊？开车去。我家孩子上大3了，1年我家孩子一个人最少是4万块钱，他1年就能挣2万多。你让换工作，就是有找挣钱多的地方，人家不干。开货车啊，能挣的多点，装卸货不行，累，干活不行。少爷，听懂了。那在这个期间，这13年期间，有没有想过要离开他呀？说句心里话，我一直在想离开他，一直在舍不得。我今天能来到这块儿，我就是想要，寻思让各位老师帮我，就是分析一下，就这样的男人，我还有没有必要再跟他俩继续下去了？那我想问的就是，这23年，你靠什么就跟这个男人就这么继续下去？他对你好吗？你要说一点好没有，那是不可能。他对我的优点就是好处就是啥？就是说每次惹完我之后，我说我渴了，都不带用我吱声，起来马上给我整水去，就是对我确实是挺关照。服务态度特别好。对，你看了吗？看我流眼泪，马上就是上来了。他会哄，他就是可会哄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问先生几个问题啊？这家里面应该所有的主都应该是太太做，对吧？对。你就满足做一个绿叶，你是属于听话那种，是吗？对。但是他又说你脾气大，这个脾气是指什么呢？翻脸就摔东西，你就跟他俩闹着玩呢，他都得摔。哦，是吗？确实脾气不好，脾气不好，是压力大的事啊，压力。你有压？气死我！异口同声，你看看这个，这个家过这样，你说我能没压力吗？那这家过成这样，到底是谁的责任呢？是我的责任啊！您的责任到底是说咱主观上面不愿意去干，错失了很多机会，懒，还是说能力呢？应该是能力方面吧。哦，就认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听，就这老爷们儿，谁跟他俩过不累？好，离得开他吗？你的生活离不开。如果他再次的要跟您提出分手的话，就是离婚的话，您会同意吗？这次不同意。确定不同意吗？不同意啊，确定不同意。不同意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跟你说啊，就他，你不是你同意不同意的事儿了啊。好，你也别嘴硬啊。再问您一个问题啊，其实你看我们听23年最艰苦的日子全都熬过去了，那下一步到了这个岁数就奔五了吗？生活压力、经济压力会变得越来越小。是啊，那关键是这现在眼前就过不去了。眼前又怎么了呀？就是没活就干待，实在是没招了。今年想个招，你知道吗？整一个车，整个网约车啊。往家就寻思原来有个车，寻将就对付开，一月哪怕对付个3000、4000，是不是也有个收入来源？让他干别的干不了。哎呀妈，这车开上可好啊，不挣钱。就说意思这车费油，确实不挣钱，他那个油价高啊。你自己家啥情况不知道吗？哎呀妈，就成天耿的，你要换个新车。你说我家啥条件，我自己心里有数啊。换一个新车，你知道我这心理压力多大吗？又房贷又整车的，我就寻思我思想斗争，我做多少天？你问我那几天把我愁的我都要崩溃了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都没信心了。换没换呀？换了，你不换他不挣钱呢。不但不是整个破车出去一天不挣钱，那换完之后挣没挣钱啊？没挣啊，1分钱都没挣。自从咱俩换了这新车，你挣没挣钱？啥原因你自己不知道吗？啥玩意儿？啥原因？我知道啥呀？啥原因？换车20天，车就让人追了，连着3天报3次保险，就是让人追尾了。追尾是别人的责任啊。车放在4S店之后，如果想修理好，得半个月左右，所以这期间没干活。
修车是不用你花钱了，你半个月不挣钱，你知道我家孩子一月生活费2000多，从哪儿出那个钱？听懂了，听懂了，就嫌能力不行呗。不是能力不行，是没有责任心，跟能力没有关系。人的能力，我跟你说，全靠你的责任。一个男人没有责任心，啥叫能力啊？那没有责任心，不也过了23年，您倒是走啊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家孩子都21岁了，所以说我在想，我就这样的男人，我跟他俩，我感觉我看不到希望，所以说我就寻思，我上这块儿来，就想让各位老师帮我分析一下，就这我没说，就这个老爷们儿，我还有必要跟他俩继续下去了吗？我都已经3番5次跟他离了。反正从我的角度看啊，我不知道老师们怎么想，从我的角度看就继续吧，最难的日子全过去了嘛，接下来就应该是差不多了嘛。负担越来越轻了嘛，经济压力越来越小了嘛，那就过吧。这就是我一家之言啊，我一家之言，听老师们怎么说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都离了2次了，然后又复了，反反复复。但是你们的这种交往模式，我没有看到丝毫的变化，脾气还是一直不好，然后一直还是比较懒。然后呢，还是能够一如既往的哄你。我说心里话，我改变了。我要不改变的话，我俩早都分了，都谈不到你变哪儿了呢？现在小来小去事我不计较了，我不像以前他惹着我，我就发火，我就控制不了我自己。现在我尽力的控制自己了。今天没看着您控制啊，您是在宣泄，在发泄。我倒跟主持人观点不太一致。如果你们要是不改变的话，即使说生活好像不需要那么多开支了，你们依然还会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发生争吵。我看到的确是男方在整个这么多年的家庭当中担起的压力太少了，把一个女人逼成这样子，搞得歇斯底里。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你还能给对方什么？要考虑一下，为这个家还能做哪些改变？别说改变不了，我认为这都是借口。这样吧，2位年龄都其实和我也差不太多，咱都快奔5的人了。假设生命还有20多天，再严重一点还有2天，咱假设一下啊，怎么过？还争吵吗？还要闹吗？走的时间长了，很多夫妻都把对方的好给弄丢了，再也看不到对方的好了。真的没有了吗？不是。如果生命还有2天，你一定能看到对方的好，你也能看到对方的好。还有，不仅仅是把对方的好给弄丢了，把自己的好也给弄丢了。您温柔的一面呢？您随和的一面吗？温柔。大姐，您有吗？我认为一定有，只是这些年您也把它给弄丢了。所以说到底啊，夫妻之间就是要学会彼此珍惜。如果你们能够想象一下，生命倒计时了，咱要不要把自己好的一面多呈现一点，多看看对方好的一面？如果这么走下去的话，那真的可以这日子往好里走。要不然我倒觉得，如果还那样的话，还不如真的就分了。干嘛呢？气也气死了，是不是？我先问个问题啊，这个男士他说你控诉你啊，半年不干活，你那半年干啥呢？你为什么从10月份到5月份期间不去跑车啊？他那个工作就是那个季节性工作，在闲暇时候开那个网约车。闲暇时间开网约车你也不好开啊，所以我觉得你妻子说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没有责任心还要面子嘛？闲的时候去超市做一份工作，说挣1、2千啊，这没面子。我跟你说，先生，也就你媳妇儿这么多年，跟你离了复，复了离，离了又复，她一直在惯着你，你才能有身上就500块钱敢打200块钱的车的勇气，因为你知道有人给你托底。但我不是吓唬你啊，你太太不管是因为年龄，她现在马上进入更年期，还是她这么多年焦虑、压力导致的状态，她就要崩溃了，她就要彻底的不需要你了。我觉得人家一个人以后过挺好的，女儿也长大了，女儿会有工作、谈恋爱、嫁人了，人家看起来也还挺年轻的样子，自己有挣钱的能力，将来找一个和他能够齐头并进的男士，日子能过得挺好。你有啥呀？
你不要说，哎，我提供了情绪价值了呀，你看他一家人关系都跟我很好啊，我是有用的呀，我在这个家有用。对不起，可能过去有用，女儿小，可能过去有用，老人身体不好，以后你真没用了。人的使命感和价值感是分阶段的。孩子小的时候，老人老的时候，我们该做什么？孩子长大了，老人故去了，我对我的妻子应该提供的价值是什么？你马上就没价值了。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孩子长大以后离婚的夫妻，为什么呀？共同的使命没有了，那我跟着你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呢。你如果不想离这个婚，你就得改变你现在的状态，不是说一定挣多少钱你的妻子才会满意，而是你在努力生活。那咱能不能去超市打一份工啊？可以。能不能太太在做什么工作帮他分担一些啊？能不要天天躺那儿刷手机啊？如果不能，你就自己过。妻子，我觉得你虽然说这段婚姻关系并不好，但是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活成了一个怨妇，从头到尾都在抱怨。这种抱怨的状态不仅仅让你的老公越来越变得死气沉沉，他也会反噬你自己，你会越来越不开心。你为什么老关注他呢？你关注你自己不好吗？自己怎么开心，自己怎么觉得过得更舒适愉快，就照那个方向去做。你哪怕去运动一下，哪怕去跳跳广场舞，哪怕跟女儿聊聊天，都比盯着她强。20多年的夫妻，你还不了解他什么样吗？离不离婚自己想好了，但停止抱怨就能过好，好不好？谢谢。离不了。您今天站在场上能骂得如此之凶，就证明你们的感情有很深。就你能滔滔不绝地细数从你们两个人结婚到现在，就证明你心里面对他怨气有多深，你爱他就有多深。而且在你所有的抱怨当中，你说了一句他是你的初恋。你现在只是觉得这个男人恨铁不成钢，但我告诉你，责任心和能力这事儿他画不了等号。你找的男人就是这么个男人。你刚才也说了，他有对你好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渴了，你话都不用说，他站起来就去给你倒水。你离了婚，你换一个男人，你看那男人搭理你吗？是给你挣钱了，但是你能知道他挣的100块钱是给了你1块钱，还是给了你99块钱吗？不是说换一个男人就所有的婚姻问题都能解决的，这跟男人没关系，跟你自己有关系。所以是什么？是你的期待值不符合这个人的标准。你觉得应该找一个男人，这个男人就应该撑起这个家，但是不好意思，你找到这个男人，他就是一艘破船，他不是一个避风港，他就需要你推着他往前走，他就需要你当一个大女人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只能怪自己当初眼瞎了吗？你现在所有在台上发的怨气，所有对他说的狠话，你其实不都是在骂自己吗？我当年怎么没看清楚你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？我想要找一个有能力的人，让我生活轻松一点呀。但你在家里不是一个强的女人，因为在家里面能够多多少少听得出来她在为这个家付出，所以这个男人不是一无是处的呀，那就看你到底要婚姻的哪一头。是老师，我说一下，他一天在家啥也不干，我在外面一直在忙那工作，那你说在家做点饭，连饭都做不了，那还你说我要他更一点意义都没有了。对呀，对呀，你说的特别对呀，所以这个人他不可能是什么都占的呀。你不是也是只能忙完外面那一摊，回家顾不了家里面这一摊了吗？只不过我们在婚姻当中的分工不同。我跟你说，那你说白了，哪个女人愿意找一个老爷们在家做饭的？我不希望。所以呀，如果你就是找一个老爷们儿，他能够在外面操持得起来的话，那你就换一个人。但是你换一个人，你也有各种各样的风险，你也有各种各样的不满意。说到底，其实就是2个字儿：知足。如果你对生活不知足，你对你的另外一半不知足，你对你的婚姻不知足的话，每天看到的永远都是不好的地方。你想让你的人生快乐起来，就要学会知足，看你拥有的，而不是看你没有的。人生在世，不可能什么都有。男生的他的自私啊，是平等的对待全人类的啊。你看他女儿生病了，他说我没钱；他爸生病了，他说我没钱，是吧？他不只是对你，他就是那么一个自私的人。这就是他们家还有你养出来的样子，变是不可能变的。
没有任何可能性。你别指望今天几个老师哗哗一说，他马上就幡然醒悟，明天找一份工作，1个月交6000块钱给你，没有，不可能。我换一个角度来讲，为什么你离不开他？明明就知道这个人不好，20年前是最应该离开的时候，为什么不离开？就我很喜欢一本电影叫《海上钢琴师》哦，海上钢琴师里面有一小孩就出生在那艘船上，叫1900啊。那个小孩啊，在这个船上啊，就一直长大，没有下过船，他一辈子没有下过船。然后呢，后来变成了一个钢琴师，在船上弹琴，弹得非常好。后来他有一天他在船上爱上了一个女乘客，然后第一次想着我下船去找她，然后他就拎着那个皮箱准备往岸上走的时候，他突然退缩了，回来。后来他好朋友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退缩了？你明明你的爱人就在岸上。”他说：“这个城市里面有太多的人，有太多的可能性，我不会做这个事情，就我太害怕了，太恐慌了。”这就是你的问题，包括是很多现在一段不好的婚姻里面的女士的问题，有太多未知。对于你来说，未知比已知的痛苦还要可怕。因为下一个你是不知道是怎么样的，而现在这个你已经习惯它了。你和他在一起是一种痛苦，但这种痛苦是你的舒适圈。对，痛苦也可以是舒适圈，你把痛苦变成了舒适圈，而要离开痛苦这个舒适圈，你需要增加痛苦，并且面对未知，你没有勇气，这就是你的问题。你这一生输就输在你没有勇气这件事情上。所以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或者分开，永远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你有没有勇气面对未知，它不会改变，就这样。你应该把那个结尾告诉他，船要拆了，说下船吧。不，我宁可死在了船上，我也不可能离开这条船。其实有一点，我提醒先生注意啊，你闺女找一个像你的男人，你接受吗？不能接受。为啥呀？因为你闺女如果重复你媳妇儿走的这条路的话，你接受吗？不接受。那你离开她呀？你为了闺女的幸福，你离开她呀？你提出离婚啊？我不再自私了，我被别人活一次啊。然后你会跟闺女说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自私啊，我不值得爱呀。未来的20-30年，你们到底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？如果你们已经放弃了对自己人生的一个追求的话，希望你们为那个21岁的女孩好好的想一想，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子，我希望你能回到我的身边，我会把我的一些不足和有那些毛病改掉。我真心希望你能回来，看在孩子的面上你就回来吧，我会努力赚钱的。可拉倒吧！就是你这些话，我跟你说，我听过多少遍了。我说句心里话，我给你的机会就是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都已经听着耳朵都听着讲的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你都是一直就没有改变，一点都没有。这次我会改变的。你说为了你，为了孩子，为这个家会改变。不是你说你能改变，你能改变啥？来，我想问问你，你说你能改变啥？你能为我改变啥？说吧。你看，回去了嘛。所以陆琪老师，你这话特别正确。他的自私是面对全人类的，一点触动都没有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哎，于老师，他们改得了吗？改不了。当然，还是有一句话想送给女方吧。要么放下期待，接纳现实；要么放下这段关系，回归到自己的生活。我觉得，与其抱怨过一生，不如真的是找回自我，好好活一把。我建议女士别出来。来吧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来了，怎么会走嘛？23年磨的模式嘛。来，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。各位，请见证。行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啊！他们夫妻做出了他们自己的选择，
我们就默默地祝他们在这个模式当中能够看到幸福，并且感受到幸福吧。来，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他总是知道哭，动不动就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没完没了。每次吵架我都想好好解决，可他一句话都不说。而且他伸手就能做的事情总是命令我去做，我又不是他的跟班，我真的太烦了。他要继续这样的话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小赵21岁，来自山东，学生；小倪21岁，来自山东，学生。欢迎两位哈。其实恋爱谈的还是挺美的，对不对？还行吧，就那样吧。你也够丧的了，就那样吧，就那样你就分呢？分不分啊？不分。不分就那样，为什么不分啊？来解决嘛。解决啥呀？他那点小毛病。谁没个毛病啊？我觉得他现在根本就不喜欢我了。他追我的时候对我的态度和现在变化非常非常大。就像他以前就对我很贴心，就是大多数事情都把我放在第一位，但是现在他就态度就对我非常冷漠，甚至有的时候他会很暴躁。我们俩有一次在学校对面餐厅吃饭的时候，就因为很小的事情吵架了，然后他突然抓着我的衣领。从小到大没有任何人这么对过我。不是，你咋不告诉主持人为什么那次啊？你做个梦梦见我和别的女的在一块儿了，你又一天没搭理我，你之前是这样吗？我那天是做了个梦，梦见你跟别人在一起了，但是我只是想跟你分享这个事情，想跟你开个玩笑，但是你呢？你当时已读我的消息，你不回我。我当时不是在忙吗？我不是忙完之后我回你消息了吗？到底有多忙啊？你连拿起来手机看一下消息，就这么几十秒时间你没有吗？我根本就不信。又不是第一次了，很多次都是这样，很多次就是你的态度很恶劣。你态度好？你哪次态度好了？你告诉我。我之前还有一次，我只是让他帮我去拿一个快递，他又跟我甩脸子，跟我摔门。当时因为什么？我当时前一天晚上我要兼职完事之后，第二天我想睡个懒觉，那谁睡觉起来没点起床气啊？对，我最后不是还是给你拿了吗？那你拿了你还甩脸子干嘛呀？而且明明快递站就在楼下，你自己明明自己去拿就可以了，你为啥让我去拿呀？我是你男朋友又不是你佣人。那谁不忙呀？那天我也是有兼职，所以我让他帮我去拿个快递。那我那天回来之后你是怎么做的？都是大半夜了，我回来之后我只想好好休息一下，我睡个觉，他就磨叽我到凌晨3点，那真的就是折磨我。我要跟他沟通，他一直不说话，给他发消息也不回。你之前也不是这样啊，你之前我什么事情都跟你沟通，你现在一句话都不跟我说呀。你之前也不是这样啊。你拿了个脸干啥呀？你之前也不是这样，咱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。惹你了。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哭了，他就过来抱我，就是跟我说很多好听的话。但后来我们俩一吵架，怎么样，他就在旁边玩游戏，这个我非常非常不能接受。哎呀，不是你说了，哎，我啥事都得按着你的来是吧？你往我东还不能往西了是不是？哎，说起这个来了，你哪次跟我说话的时候，你现在不是命令我说？我什么时候有命令过你？你当着我朋友面，当着我老师面，上次一起吃饭啊，吃完饭之后你啥也不干，就跟我说你去刷碗吧，你收拾屋子吧。哪次不是这么高高在上的跟我说话呀？我高高在上，不是我挣钱比你多，我专业能力比你强，咱们老师也喜欢我，工作室的事情都是我来工作，就让你去做点你力所能及刷个碗的事情，你就不乐意了吗？我哪说不乐意？我最后不是还是干了吗？你说你老师还有你工作室的事情，那我现在就跟你掰扯一下。你们不上学啊？我们上学，但是上学期间我们跟老师一起建了一个工作室，这是传媒类的，跟我们专业有关。啥专业？我们表演然后传媒类，就是我们开了一个传媒类工作室，帮别人拍宣传片，帮别人写脚本、写剧本什么的啊。当时这个工作室我是不知道的，他跟他老师还有他同学一起成立的，然后他就跟我说想让我跟着工作室一起。当时他跟我说的是，想多跟我相处相处，所以想让我留在工作室陪他，说工作室可以挣钱，他挣钱就完全可以养我。然后我就说那也可以。然后我进了工作室之后，我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样的。我发现他根本就是什么活都不干，跟老师一起对接的项目都是我在负责，我在跟老师一起开会，我在跟老师一起写脚本，一起出谋划策。就我们开会的时候，他就在旁边躺着看手机。开会的时候都是我在记，他根本就不听我们说话。我是没听吗？我哪次没听啊？我哪次不是在场啊？而且我哪有你这么说的没用啊？而且工作室里你根本就没有挣钱，在工作室里的活都是我来做。
我就觉得他根本就是说话不算数，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他就轻易去跟我承诺。他现在就这样，以后那大事小事他再跟我去承诺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可信不可信。咱们一起商讨的时候，我在旁边，我确实是拿手机，但是我确实是听了呀。而且我哪是没用啊？每次跟甲方出去谈合作的时候，我哪是没去啊？你还好意思提？你跟甲方你们在那儿喝了点酒，在饭桌上。就我们工作室有一个男生，他可能体型稍微有点胖，然后就是肤色有一点黑黑的，他喝了点酒就开人家玩笑，就一直说，当时人家都掉脸了，你没看出来吗？看不出眉眼高低吗？人家已经很不开心了，你还是一直说，嘴没个把门的。不是，人家都没说啥，你还说啥？最后我们不是去 KTV 唱歌的时候也没那么多事儿吗？人家没说啥不代表，在意那么多，你在意那么多干啥呀？人家没说不代表不在意呀。那后来不是玩得挺开心了我们？你在外面给我拉了个脸干啥呢？我为什么给你拉拉脸？当时那个 KTV 上了荔枝，那你明明知道我就是非常喜欢吃荔枝，我觉得你那颗一定会包给我。你如果是放在以前咱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第一颗一定会包给我，但是你第一颗你包给了老师，我觉得也没什么，我觉得这很正常。那你第二颗你直接送你嘴里了，我本来以为你会给我的。那天那么多事情积在一起，我就是觉得落差感很强。不是啊，你咋这么多事儿啊？当时那荔枝不就在你面前吗？你自己不会去拿吗？那我就是觉得你以前不会这个样子，你以前根本就不这样。那你后来也没给我包呀？你但凡你给我包一颗，我都不会觉得怎么样。那你自己不会去拿吗？你现在就是做事儿，鸡毛蒜皮小事都跟我吵。那你觉得是小事，在我这里就不是小事啊！你以前就能做，你现在就是做不到。那你态度有变化，你咋不说呢？就我的错了，全是我的错了。哎呀，我是一声长叹啊！我是真是听不下去了。我为什么听不下去啊？就是怎么这么好的青春时光，咱不好好读2本书呢？就是咱有那么多色彩斑斓的日子，咱为什么把日子过成这样了呢？一个男人要不要给你包一颗荔枝，有那么重要吗？有那么重要吗，姑娘？我搞不懂啊，我搞不懂。就是，所以就是因为我很在乎这，我很在乎我们俩的感情。我没有说谁对错啊，我是在想，生活刚刚开启，21岁正在读书的一个最黄金的人生年龄，怎么会陷入到这种困境当中不能自拔呢？我就是觉得这种小事可以反映出来他在不在乎我。他不在乎你就走啊，一个人都不在乎你了，你干嘛还待在他身边呢？就是我不知道他在不在乎我，就是有的时候也会对我很好，但是他一些毛病和一些问题就会让我没有办法接受，我就觉得很累。行，你们接着再往下说吧。小伙子也是一脸嫌弃哈，没有耐心了吧？现在？对，他现在就是对我没有耐心。你让他没事闲的，就是哭的，也没人说，也没干啥的，你哭啥呀？那你现在你平时对我态度就是这样，那我不能哭吗？人没有情绪嘛。你之前哭我也哄你惯着你就罢了，你现在的话每天哭，我都不知道因为啥。人没有情绪吗？他现在就是很嫌弃我，就会嫌弃我其他各种，他会嫌我花钱多，我自己的钱。主持人，他买衣服一个月买上4、5件衣服。然后吧，那衣服还不是日常穿的，就是找一个地方拍照，拍完照就那都拍那落灰了。那我花钱就是为了我开心，那我买一件衣服，那一件衣服，它实现完自己的价值了呀。那我开心吗？你每次买完衣服，你下次为什么就跟我说啊？我要下一件买个日用穿的，平时穿不出来。那你是觉得我花钱的方式有问题？那你完全就可以明着跟我说，我都会接受。但是他怎么说？他就会阴阳怪气我。他看我拿快递说啊，你今天又拿快递了呀？啊，你怎么又买衣服了呀？他会这样说，我就会让我很不舒服。那买衣服就算了，那旅游呢？旅游怎么了？旅游的话，你跟我说一个月旅游1、2次，哪来那么多钱？可是我就是觉得我们俩现在很年轻嘛，大学的时候那时间也很多，我们就可以经常一起出去玩啊，去旅游什么的。以后工作就没有那么多时间。那我不是为了攒钱，为了以后，我又不是跟你谈一个那么短的恋爱。可是我现在看你的状态，我根本就感觉不到我们俩什么以后什么未来。那你说未来，我说我希望毕业之后我们一起去我的城市发展，你也不愿意啊。哪有男的往女的那边走的呀？你看，我就等他说这一句的，每次都这么说，就是他就觉得他的面子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之前也没答应过你吧？但是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我是单亲家庭，我妈妈只有我一个孩子，我肯定是想在他身边，我们俩肯定是想一起的，所以我觉得你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孩子，完全就可以照顾到，而且我们离得又不远，逢年过节都可以回去的。明明可以把阿姨接过来，那为什么不能让她过来呢？你让她到了50、60了，你让她去到另一个新的城市，她愿意吗？
这个大概是年轻人谈恋爱的样子，反正就叫闹腾嘛，就叫作嘛。这大概是你们认为恋爱的样子，好玩，对吧？女生现在就觉得，哎，不行了，为什么你受不了？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你受不了。你们俩未来这样的冲突还会更多。男生一句话其实已经暴露出一个核心本质了，哪有男人奔着女人那个方向去的？就这一句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。不就应该男人奔着女人去吗？不是男追女吗？是男这个追就仅仅是指在恋爱初期的时候追到她吗？这个追有没有追随的意思呀？跟随的意思啊，陪伴在身边的意思。大男孩啊，这点骨气都没有了。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，你们俩的生活状态需要调整，都快疯了。你看男生那个状态张牙舞爪的，女生那个状态哀怨的，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按说的这个年龄段是人生比较美好的阶段，那为什么包括谈恋爱的时候也都很美好？为什么现在变得不好了呢？我从2个角度来讲。第一个角度，恋爱的时候的美好是暂时的，而随着日久见人心，你们现在的状态才是常态。不要拿过去的暂时状态来评价说为什么不能回到当时了。做选择就拿现在来做标准，如果你能够接受他现在的样子，那就继续下去；如果不能接受现在的样子，那就放下。这是谈恋爱的最基本法则。那么第二，我发现男生在愤怒，当你愤怒的时候，说白了你已经对这段感情没有耐心了。而女方呢是挑剔，你越是挑剔她表现就是越不好，因为她被否定了。这就是她为什么愤怒的原因。明显你是一个缺爱的人，但记住，最爱自己的一定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不要当一个爱情乞丐，因为他对我好了我才快乐，对我不好就不快乐。那对不起，你跟谁在一块儿，最后都能把对方给掏空了。另外一个，别拿所谓的挣钱多少来说事儿。此刻你们还没有资本来拿所谓的一点成绩去来贬低对方，你们谈的是感情。如果比来比去，只能说明你们都很自卑，你们的情绪管理2个人都有问题。所以日子想变好，首先不是让对方变好，是让自己变好，然后才可能2人会变得更好。首先我觉得因为是20出头的年龄嘛，就生活中非常计较这个恋爱关系当中的得与失，谁付出多谁收到少，很正常。我特别理解女生说你的荔枝第1颗播给老师，第2颗没播给我，我很难过。我理解，那这个年纪的爱情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怎么才能从这个年纪的爱情当中得到的更多的是快乐，享受的更多是爱情中带来的滋养和幸福，而不是成天哭哭啼啼打打闹闹呢？你们要思考的是这个问题。男生的嗓门真大，我很少看到一个男生啊斗志昂扬的跟一个女生在场上大声的斥责他。你是学表演的对吗？对。你不能把这个表演当中的那种状态，激情澎湃的状态用来对女朋友啊。无论这个女孩子现在是不是你当初追她时候你喜欢的那个样子，我们都要记住，始终尽量温柔的对待和我们在一起的这个人。姑娘，他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喜欢你了。最初他对你言听计从，你说什么他都肯做，第1颗荔枝一定播给你，那个时候不是爱情，是激情。激情过去了，变成平淡的生活的时候，他会真的嫌你烦，因为没有那么喜欢。所以你记住他不够爱你，然后去做自己的判断。我们要不要因为一个不太爱自己，甚至对自己很粗暴的人不停地掉眼泪？那个眼泪很不值钱的。你不要说自己缺爱，我特别不喜欢听这个年轻人说我缺爱，我们家单亲家庭。你缺什么爱的？你的爸爸妈妈不管你跟谁，把你培养去读艺术，他们爱你的。不爱你，你能读得了艺术吗？学费哪里来？漂漂亮亮资本哪里来？
你不缺爱，你缺的是爱自己。把那掉眼泪被人嫌弃的经历，咱去让自己过得更好一点，不好吗？爱自己，你就会拥有好的爱情。我希望你们都拥有好的爱情，也拥有爱自己的能力。谢谢。就是剥荔枝啊、剥虾呀这种事儿，我是真的理解不了。没手吗？我想吃我自己就吃，我为什么要等着别人给我剥呀？你不等死吗？哦，我那个年轻的时候是我自己可以剥，但是我要谈恋爱，你不给我剥，你就一边去吧。真的？啊、对，我自己没有谈恋爱。袁老师，原来咱们两个人的恋爱观差这么多，完全不一样。真的就是在恋爱当中，我觉得对方如果有这个情谊和这个情分，他想要通过剥荔枝、剥虾的这种方式来表达我爱你，那没关系，无可厚非。但是作为被爱的那个人，就是别人给你，你可以接着，但是别人不给你的时候，你不能要，你懂吗？你不能会觉得你这是应该的，你就应该这么做，没有应该的。那请问你为什么不把第一颗荔枝剥给他呢？你不给他剥荔枝，我可不可以说你不爱他呀？对吧？第二点，你们俩1个月旅游1到2次，你们那么闲呐？也没有，我们上半年只出去了2次，就是1个学期里面就能出去玩2次。你们真的是干了所有的事儿，除了学习。你们有认认真真的研究过表演吗？你们有认认真真在自己的专业课上下过功夫吗？前一段时间有一件事情让我真的特别有感而发，就是《封神》第1部播完了之后，有一个最意外走红的一个角色，只是在彩蛋当中出现了2秒。这个角色是邓婵玉，扮演这个角色的这个演员恰好我们从小就认识。看到他，我知道人的努力一定不会被辜负。他也是学表演的，他学表演的日子里面在干嘛？他1天24小时不够用，他学骑射，学骑摩托，学打鼓，学跳舞，学唱歌，学各种各样的技能，去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，学各种各样的语言。我说你用得着这么累吗？学心理学，跟我一样去考心理师的资格证。我说你学这些有用吗？他说有用。就是我不一定会在我未来的职业生涯当中扮演到哪个角色，最起码我要对这个职业有所了解。就是真正一个人能够立于这个行业的不败之地，能够被别人记住，是因为他的努力和他的付出，是因为他真的尊重自己的这份职业，为自己的这份职业付出了自己的所有。所以我觉得作为年轻人缺的是什么？缺的是梦想，缺的是脚踏实地，怎么样努力的实现梦想。这是我觉得今天我要跟你们谈的比爱情更重要的话题。因为你们太年轻了，在一起真的应该是相互激励，就真的应了那句话，成为更好的自己才最重要。就这样。姑娘，你刚才在哭的时候我一直在笑，为什么我一直在笑呢？倒不是看到你们这个谈恋爱像过家家，我就觉得看到2只天鹅在泥潭里面打架，就是有一些人是特别容易被吞没的。今天把你拉到泥潭里面，你就在泥潭里面住下了；明天把你拉到垃圾堆里面，你就在垃圾堆里面住下了。你忘了自己会飞，反反复复就在那边打架，这很可惜。严老师也说，哎，我谈恋爱一定要有人给我剥荔枝，但是不给他剥，他就让人走了，对不对？你是独立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不是，他没有人给他剥荔枝，他又不行，他又崩溃了，他就嚎啕大哭，估计为这颗荔枝已经哭了快10次了吧。他还能哭得出来，完全没有情绪的独立支撑能力，这就很可怕了。也就是说，你们这一生只要有人掌握了你的情绪的开关，就可以掌握你。那请问你们的独立生活能力又在什么样的地方呢？就好像他为什么一定要回到家里面去一样，他不是为了照顾他妈，他妈现在40多岁，需要他照顾吗？不需要吗？他的所有的情绪在他妈那边是得到最好的喂养的。所以他离不开嘛，他必须依赖。这种事情在你的身上也会发生的。未来你可能会找一个能够不断给你情绪价值，能够不断哄着你的一个小姑娘。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，我也离不开这个人，或者离不开这一类人。
一个人的根在于我能够管理好我的情绪，管理好我的生活的节奏，而你们所有的生活节奏全部被情绪给打烂了。所以不得自由，4个字的评语送给你们，就这样。在大学恋爱期间就把恋爱变成了日子，这个特别可怕。就是当大学期间把恋爱变成日常的时候，你的所有就会被吞没了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不管什么样的爱情摆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人要有底线。其实这个世界上有比你们谈恋爱更重要的事情。以后记住啊，我就特别提醒你，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你是男生，来，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首先，我跟你说那件事情是对不起，然后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一路走来也不容易，但是就是我也不知道咱俩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可能是大大小小的一些琐事情导致成现在这个局面。我也一直想跟你谈下去，但是你的一些鸡毛蒜皮小事啊，没有办法沟通这些毛病的话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打破我心中那堵墙。我是觉得，不管是继续在一起还是分开，但是这段感情就是给我带来的东西也是蛮多的，我还是有在里面学到一些东西。就像刚刚老师们说到的，就是我可能以后情绪管理上会注意一些，然后自己各方面吧，就是反正我都会学到一些东西。谢谢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，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啊！于老师，越是痛的时候，越需要做重大调整啊。那他们两个应该要分开，预测是男不出，女出，双不出吧，就别出来了，两个人都别出来了。来，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希望他们在分手之后能够好好的回忆这段情感，找到自己的不足，控制自己那个易爆易燃的小情绪。谢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，当然更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